帅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街头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呀？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们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不要被诈骗，中国人都会被诈骗，更不要说老外了。我建议他们一定要来吃成都的火锅。兄弟们，欢迎回到这期视频。这期视频我们在四川成都，我是 Troy， 然后四川本地人，也在成都做一些英文内容的创作，向世界讲好成都故事。这期视频我需要你去采访中国人，外国人来中国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最后我会采访你，你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外国人到底有什么不能做的。好的，没问题。行，我们开始。OK。帅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街头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呀？有发现吧？比如说成都东郊记这里每天的外国人还是挺多的。我看着有各个国家差不多都有吧。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吗？就是有关中国的法律吧，不能触碰中国的法律问题。那或者说你有没有对外国游客到成都到中国来旅游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建议的话，多带钱来消费就行。有点害羞，那狗狗很可爱，一直在舔我。一直在舔。See。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成都还是非常的这种 dog 或者 pet friendly，就是这种广场啊，还有很多公园、很多商场都是可以带狗狗、带猫猫进去的。好的呀，小姐姐，你有发现最近外国人越来越多了吗？在成都的街头上？我发现了，比如说像在东郊记忆啊，或者是春熙路，不管是韩国人或者是美国啊那些，我感觉应该都有。就是现在来华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你对这种现象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相当于是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输出嘛，然后也让更多的外国人能够了解到我们中国。你有没有观察到或者是看到，可能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在成都旅游的时候，有一些不太尊重当地文化或者不太文明的行为嘞？这个我见的比较少，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我看大家都很 peace 啊什么的。你对他们来华旅游有什么建议吗？我建议他们一定要来吃成都的火锅。就是一定要来东郊记忆这些很经典的地点来玩。我觉得就虽然这些地点人确实推荐的很多嘛，但确实挺好玩的。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对外国人来成都旅游，你觉得哪些事儿是他们需要注意的，或者是不能做的？中国人可能有些人要分人，他不是现在有 E 人和 I 人吗？外国人比较的 E， 然后可能一些 E 人的话，你去跟他打招呼的话，他会更加的跟你响应啊什么的。回 I 人的话，可能就会默默的走掉啊什么的。小姐姐，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是 E 人。看出来了。好，谢谢你。有 Aiden bro， 得问问你，你觉得外国人来成都、来中国有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儿不？其实我想了很久，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想拍这个视频，我是发现了在日本，它的这个视频很火。比如说，日本的规矩很多嘛，比如说你不能在车厢里说话，上下楼梯、上下各种电梯场合你是要靠右走。那中国其实你看到大家都是电动车是乱开的，然后你想抽烟，你在哪都可以抽。您现在有没有发现街头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呀？时不时的就会看到很多老外在街头，有的时候在工作场所也会见到很多。您对这种现象的感受怎么样呢？首先一点吧，应该说中国对于全世界来说，它是一种包容性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它欢迎各国的人到中国来。而且也可以说，中国其实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从就业上面这个角度来说。您对外国人来华旅游有什么建议吗？我是老师，我曾经教过一个是从这个喀麦隆来的一个学生，他的爸爸是这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就到我们那里呢去做了一个俱乐部的教练，然后他的孩子正好就到我们班里来，然后这个爸爸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孩子要交伙食费，他没有办法交，所以他就只能转账给我，然后我再把它变成人民币交。首先，它这个转账的这个上面，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能够融入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到中国来长时间旅游啊，其实买一张电话卡。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便利啊。我们前一段时候就是碰到老外在寺庙中拍照，我儿子就用英语跟他讲不能拍照，他以为是我们不让他拍，然后我儿子就跟他讲，就是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佛教的思想来说，你和佛像合影，它是会带来厄运的，它是不好的。还有就是不要被诈骗，中国人都会被诈骗，更不要说老外了。这个上面也是要自己要做好安全，因为
骗不到中国人的时候，就骗点老外了。还有就是和少数民族的人合影，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被你拍到的。我那次去的那个湖南大学岳麓山下就有一对老外，也许在拍的过程中，他就可能有个大叔的多次这个镜头对着大叔的角度在拍，后来就引发了争执。大叔就认为你为什么要一直拍我？你是不是间谍？当然，可能这个大叔的反应有点过激，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不愿意被你拍的时候，你认为好像是，我让你成为了我的模特啦，或者是什么你应该感到高兴，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刚才那个老师说的一点跟我的感受有点相反，就他说的是外国人在中国拍照的时候要争取中国人的这个同意，那实际上我看到的更多的时候，也许是很多中国的朋友看到外国人会出于好奇心，然后觉得哇金发碧眼的很好看很帅，有时候自己会拍照，甚至说要求合影，这种现象还是挺普遍的。我觉得他们是出于好奇，没有任何的恶意但依然我也觉得中国的朋友也需要最好征求对方的同意，然后再去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开始，越来越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了？这个我倒是看到，确实有很多那个外国人来。现实生活中有遇到过吗？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爱找老外一起交流聊天，然后因为这几年那个英语能力退化了一些，然后就没怎么找那个老外聊天了。还有一个，有时候就是你主动去找那个外国人聊天，他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文化差异嘛，外面的人会觉得就是想去给别人搭讪那种的，他们有些人都会有一些不好的眼光来看待女生主动去找那个男生。现在英语怎么样？我以前因为是教英语的嘛，英语老师，对，然后因为我没干这份工作了，现在英语能力要退化了很多，跟那个英国的、美国的都交流过，以前还成为朋友的。然后我用7块钱跟他们交换了1块钱那个美元，到现在这个还在那个美元。外国游客来中国，他们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你不能问他的年龄、事呢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庭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还在不在，你们结婚这些这些就不能问。就不能问中国人这些问题。不能太问事呢，工资或者工作这些都不能问。Yeah, I searched on ChatGPT, right? There's some suggestions you do not do when traveling in China. Don't tip. We don't have a tipping culture. Don't drink the tap water. I know it's common in some Western countries. And don't expect Google, Instagram to work unless you have the VPN, right? 我觉得中国人压根就不在乎外国人来不来。因为他来就来，关我什么事，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只有说做这方面生意的人才会在乎，一般人不在乎。我在乎，我在乎。你们需要成都 tour guide。Talk to Troy, talk to this guy. Hit me up, hit me up. 就是我看了官方的数据去年来成都的入境游增长了45%，就来成都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的一个 tip 就是不要 ，don't just go to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the coastal cities. 成都、重庆其实都很有意思，而且成都、重庆很近，我们这边还有川西，就是青藏高原，而且离西安这种文化古都也非常的近。其实在中国的中部、西部也有很多可以看的，然后跟北京、上海也很不一样，所以 don't just go to Beijing, Shanghai. That's my tip. Yeah. Good tip, bro. 就是您现在在成都的街头有看到有更多的外国人了吗？他们来旅游？对，要多很多。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非常好，挺好的。他们其实有时候从媒体上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中国的情况，但是他们来看到中国的是真实的情况，自己眼见为实嘛。听说咱们昨天有看到很多老外在看川剧，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呢？我都觉得很吃惊，没有想到那么多老外，因为其实他那个当时现场没有英文的中英双语的，而且是川剧的话，其实如果不是四川人，他是不一定能听懂的。但是很多的外国人，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还是很尊重的吧，他们很吃惊，觉得很就是那种感觉，这么神奇。然后您对这些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朋友有什么建议吗？欢迎他们多来呀，多来哈，欢迎他们多来一次，多来几次。其实我觉得，国外的人到中国来，还是比较尊重中国的文化呀。比如说像昨天晚上，其实当时那种
现场的情况其实不太适合国外人的那种习惯的，比较吵闹。但是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那种茶馆式的那种艺术吧。他们也，我觉得也很享受，也很能够进入那种情绪，挺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年跟前几年比，在成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是的，最近是很多。他们有没有什么行为会比较冒犯到中国？其实也没有吧，我们外教其实就是意大利人，但是和我们相处还是很融洽的。感觉都挺有素质的，就没有什么冒犯的。中国规规矩矩，真的。这也是个。那你为什么要用地牢？这样还原也会好一点。好看很多。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time. So the first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ere are more overseas travelers now visiting China? Yes, I feel that there's more overseas traveler coming to Chengdu. That time when I was in December, there was not much people, but this time around I see there's quite a lot of foreigners around this area. I think the phenomenon right now is quite huge because Chengdu has a lot of very nice landscapes and a lot of high-rise buildings, which attracts a lot of foreigners to come to this city. Yeah. This is your second time visiting China. What are the suggestions or recommendations you offer to the newcomers who are planning to come to China? If you can't tolerate the spice, don't take the spice here because it's way too spicy than other Asian countries. You've been to Chengdu and Chongqing. How do you find i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cities? I think Chongqing is much more livelier at night. There's a lot of nightlife happening in Chongqing rather than Chengdu. That's what I feel. Right. Food-wise, I think Chongqing spice is much more spicier as compared to Chengdu's spice. Yeah. I think that's generally. The big no-nos in traveling in China. What are the big no's? I've never encountered that, but I got a culture shock when I was in China, especially when I was riding the train. So, you know how the locals here, they push each other when they're in the train? Yeah, so back in my country, there was not such a thing. Everyone back in my country is orderly, but here it's like more chill, more laid back. Yeah. 我觉得这个拍摄有点出乎意料，我一直以为说大家会回答各种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觉得中国其实就是蛮 chill 的。对，大家其实都非常包容。当我问到有什么不能做，大家说其实都还好啊，就是大家都是非常欢迎外国朋友来成都的。我倒是想到一点，就是说过去的这几年呢，随着这个中国的开放，那更多的国家也获得了中国的免签，包括说支付宝啊、WeChat Pay 这些，其实都能直接链接到你的一个国外的信用卡。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对，我感觉成都也变得更加国际化了。比如说去年在成都的地铁，你也可以使用 Visa 和 Mastercard 直接来乘坐成都的地铁。然后在成都市中心呢，也开放了这种城市免税商店，所以你可以在城市里购物，马上就直接去退税啊。所以种种这种迹象呢，其实都是城市本身还有这里的人。生活的老百姓，大家都是对外国朋友一个比较开放的姿态，让他们来成都、来中国旅游的这个体验也变得更加好。OK， 谢谢。好的，谢谢。